李公子又来坐牢了。犯了点小事，来这里打几天游戏。少爷您稍等，我们马上准备好。大吉大利，今晚吃鸡！少爷，今晚这个主题如何？好吧。少爷，冰块送来了。舒坦。少爷，您先休息，有事就喊我。这是盐，不苦不涩，纯净如雪，入舌即化。刘知远，这盐是从哪里来的？回陛下，这盐是用最劣质的毒矿盐生生提纯制作出来的。什么？国士？这是大齐的国士？是哪位大将制出此等神物？快，朕要亲自召见。陛下，制出此盐的人，他现在没办法来见您。放肆！就算他病入膏肓，抬也要给朕抬到御书房来。回陛下，制出此营盐的人乃是兵部尚书李重山之子李娇，他现在正被关在刑部大牢里啊！你说什么？此等利国利民的绝顶奇才，你们竟然把他当犯人关在天牢里？谁给你们的胆子？是谁抓的？是宰相之子，巡城御史王耀。王家，好一个宰相之子，好一个巡城御史！呸呸呸！牛二，你是不是想毒死本少爷？这肉里放了什么玩意儿？又苦又涩，嚼起来里面还有沙子，这能吃吗？少爷冤枉啊！这可是极乐楼最好的大厨烤的，上面撒的是京城最贵的青盐了，1两银子才买1小包呢。这叫最好的青盐。牛二，结账回府。少爷，不吃了。这个屁！走，跟我去东市。去东市干嘛？去买矿盐。碰不得啊，少爷，这可是毒矿盐，吃了要死人的。你买这玩意儿干嘛呀？你懂个锤子！这些矿盐之所以有毒，是因为里面含有大量的杂质。把那些矿盐给我砸碎，越碎越好。把盐粉倒进去，用木棒不停地搅，一直加盐，直到水底下出现化不开的盐粒为止。少爷，这能行吗？看着像泥汤啊！急什么？把那锅浑水给我舀出来，倒进这漏斗里。这也不行啊，少爷，还是有味儿。去弄点烧透的木炭，碾成粉，再找点细河沙来。这叫活性炭吸附，木炭有极其微小的孔性，能完美吸附水中的色素和异味。少爷，怎么还是苦的呀？舌头都麻了。矿盐发苦是有毒的氯化镁在作祟，物理过滤只能滤掉不溶于水和颜色，这溶于水的苦味得用化学来打败。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我用草木灰熬出来的白霜，名叫陈碱。草木灰里的碳酸根离子遇到盐水里导致苦涩的钙离子和镁离子，就会发生置换反应，生成不溶于水的碳酸钙和碳酸镁沉淀。听懂了吗？不知道。我的个乖乖，这是仙法吗？这叫沉荞物，那些苦味的来源全都在下面这层泥里了。最后一步，用大火熬干它。少爷，您这简直就是神迹啊！这叫科学。装起来，明天带你去极乐楼吃顿好的。这位爷昨天把店里的招牌烤肉贬得一文不值，
怎么今天又点一份？难不成是来找茬的？这才叫生活。什么东西这么香？哟，这不是李大少爷吗？见到本官还不下跪？滚蛋！别影响老子食欲。放肆！本官乃巡城御史，负责京城治安。你这包里装的是什么东西？白得如此诡异，定是私藏毒药。这是我们少爷自己做的盐。盐？大齐哪有这种盐？这明明就是邪门毒物！来人，将这图谋不轨、贩卖私盐的狂徒拿下！王耀，我家老爷可是兵部尚书，兵部尚书又如何？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抓起来！等一下，牛二，去把本少爷那些东西收拾收拾。对了，别忘了弄点冰块。少爷，您这是要干嘛？度假呀。对了，抓我去哪儿？大理寺还是天牢？自然是天子1号牢房。进了那里，不死也要8层皮。天牢好啊，天牢妙啊，死到临头还嘴硬，带走。哎呦，那不是李尚书家的公子吗？又要去坐牢了。我看倒像是去牢里当大爷的。不好了，少爷出大事了！咋咋呼呼的，成何体统？少爷他被巡城御史王耀给抓进刑部天牢了！什么？那小兔崽子敢抓我儿，他算个什么东西？老子英明一世，怎么生出这么个坑爹的玩意儿？老子这堂堂兵部尚书，每天不是在去衙门捞他，就是在去衙门捞他的路上，我这老脸还要不要了？说，那逆子到底犯了什么事，落到了王耀手里？少爷这次真的冤枉啊！少爷他只是在摘星楼吃了一口盐啊！放屁！吃口盐能被抓进天牢？再说了，那逆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他会做盐？老爷您看，这就是少爷做的盐。王耀那孙子说这是毒药，硬是给少爷扣了个贩卖私盐、图谋不轨的帽子。这是盐？回老爷的话是盐。胡说八道！这世上哪有这么白的盐？你是不是拿珍珠粉来糊弄老子？老爷您尝尝就知道了。老爷你没事吧？这真的是那个逆子做出来的？是啊，老爷，少爷昨天买了筐最便宜的毒矿盐，回厨房一顿祷告，什么木炭过滤，反正一通仙法就熬出了这种血盐。身为兵部尚书，我太清楚这包盐意味着什么了。朝廷为了买盐，每年都要向那些盐商门阀低头。如果这个技术掌握在朝廷手里，那个逆子，老爷，咱们去把少爷赎回来吧。不能赎。王福之那老狐狸肯定在等着我去赎回萧儿，到时候满朝文武都会认为我是在以权谋私。就算我拿出这包盐，王福之也会一口咬定这是毒药。不行，这件事太大，不能由我这个当爹的出面。尚书大人，青州今年的盐税又少了2成。怎么又少了？那些盐商年年报灾，年年少税，这日子还过不过了？大人，兵部那边又派人来催军饷了。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本官都喝不起茶了，哪还有钱给他们买盐？给老子钱！李大人，都说了户部没钱了，你就算把我剁了论斤卖，也凑不起你那粮饷啊！谁稀罕你那几两碎银子？老刘啊，咱们哥俩认识20多年了，老哥，我今天不是来要钱的，
是有个好事跟你讲。快拉倒吧，你个李黑子，能别憋出什么好屁？什么东西神神秘秘的？这是面粉吗？不对，你尝尝。是盐，快告诉我，这是哪里产的？产量多少一斤？本钱多少？看你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这玩意儿漫山遍野都是，成本几乎为零，零成本。这是大钱的救命仙丹啊！李重山，你快告诉我，发明此等神仙之术的大将在哪儿？这人你请不到，为何？这位大将，就我那不成器的犬子。啥？就是我儿子，他今天在酒楼吃串儿，拿这玩意儿出来调味，结果被巡城御史王耀看见了。王腾他干什么了？王腾说这是毒药，直接以贩卖私盐的死罪把我儿子抓牢里去了。王家他们把持江南私盐的生意，王耀分明是看出了这盐的价值，想要杀人灭口，毁了咱们大钱的国运啊！混账东西！王耀他敢！王府之那老匹夫，生个儿子竟然如此歹毒！还有你为什么不早说？老刘啊，你也知道我这个身份，我要是去皇上面前说这是我儿子发明的，王富之肯定反咬一口，说我伪造证据包庇儿子。放屁！他王富之算个什么东西？老刘，你干嘛？去进宫面圣。老刘啊，老刘，只能让你当这个出头鸟了。陛下，微臣刘知远有祥瑞呈现。哼，马六，给本官滚出来！又是王大人，您这大热天的怎么亲自来了？少废话，去把李潇给我提出来。哼，本官要亲自审问他。这王大人恐怕提不出来啊！怎么死在里头了？不是的，李少爷他活得好好的，只是什么？赶快说！只是李少爷刚吃完饭，现在正睡午觉呢。他还吩咐了，说是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见。睡午觉？他一个重刑犯在天牢狱里度假呢！来人，给我把他拖出来！我看谁敢动啊！这是禁卫军。皇上有旨，传当朝兵部尚书之子李潇即刻进宫，到皇宫见驾，钦此。高公公，你是不是看错名字了？这李潇他犯的可是贩卖私盐的死罪啊！怎么会选他进宫？哼，死罪，瞎了你的狗眼！李公子那是能福泽大齐的祥瑞，陛下亲口说了，谁让他受委屈，就是跟大齐的国运过不去。哼，王大人你说呢？吵死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哎呦，李祖宗您可算是醒了。高公公，你跑这地方干嘛？还带这么多人？谁犯事儿了？是陛下，陛下见着了您的神仙血颜，急召您进宫面圣呢。不去，你跟皇上说有事明天再议。您就当可怜可怜奴婢吧。
陛下说了，继续天要是见不到您，奴婢这颗脑袋就得半截啊！御用大轿已经在外面候着了，里面放了4盆冰，绝对凉快。有冰镇绿豆汤吗？有，管够。嘿嘿。行吧，看在绿豆汤的面子上走一趟。王御史，这套房我包了，里面的东西你可别乱动。等我办完事儿，指不定哪天还回来度个假。至于你嘛，地上凉，多趴会儿。起轿进宫。陛下呀！老臣那犬子一心为公，巡视京城治安。昨日查获李潇当众使用不明药粉，极有可能是西域传来的毒药。要儿将他缉拿归案，也是为了京城百姓的安危呀！如今李潇不仅不思悔改，反而用妖言惑众，拿出一包什么血盐来蒙骗陛下。这世上怎可能有毫无苦涩的盐？臣恳请陛下立刻将李潇就地正法，以正朝纲。臣等附议，请陛下严惩李潇。你是在说朕昏庸无能，连盐和毒药都分不清了吗？老臣不敢，但李潇向来是不学无术的纨绔，这其中必有猫腻。李潇带到。这么热闹呢？放肆！你这无知纨绔，炼制毒盐，该当何罪？陛下，这老头谁啊？没点素质！不得无礼，这是当朝宰相王辅之。王爱卿说你那血盐是妖术所患，你作何解释？我要是会妖术，第一件事就是把这老头嘴缝上。老头，既然你非要说这是妖术，那本少爷今天就给你上一堂化学课。化学？何谓化学？陛下既然有人不信，不如我当场演示一遍。不过得劳烦陛下准备几样东西。准了，你需要什么？朕立刻让人去办。10斤最劣质的毒矿盐，1口大铁锅，几个木盆，几块粗布，1筐碾碎的木炭，1筐细沙，还有去御膳房要半筐草木灰来。简直是胡闹！哼，这都是些什么污秽之物？用这些东西能制出精盐？若是制不出来，你这就是欺君之罪。要是我制出来了呢？若是你制出来了，老夫当众给你磕头认错。成交。看好了，第一步熔点，把杂质分离。这不扯淡了吗？第二步过滤，木炭有孔洞，能吸走脏东西。真的变轻了。哼，清澈有何用？毒矿盐里有苦毒，吃了依然会死人。这就到了最关键的第3步。各位，这毒矿盐之所以苦，之所以有毒，是因为里面含有大量的镁和钙，它们就像是复古之菜，溶在水里，过滤不掉。但我手里这包草木灰里面含有碳酸鸢，只要两者相遇。天哪！长白泥了，这是何等仙法！看到没？这些白泥就是苦毒。现在把上面这层清澈的水倒进锅里熬干，剩下的就是纯正的银盐了。王丞相，尝尝。这怎么可能？老头，愿赌服输。好了，
王爱卿也是为了朝廷磕头就算了。李潇，朕问你，这一锅银盐成本几何？产量如何？陛下问到点子上了，1斤精盐的成本不到2文钱哦。成本2文，你可知这能给大钱带来多少税收？不仅是税收，陛下，这是一个大杀器。我有一个提议，叫做皇家盐业专命公司。公司是何意味？就是以皇家的名义开设大规模的制盐厂。我们把制出来的精盐以每斤50文的价格向全天下掏售。50文，那我们岂不是亏了？明明可以卖得更贵呀！目光短浅，我们成本只有2文，卖50文依然有20多倍的暴利。但是这50文的价格，对那些门阀世家来说，就是灭顶之灾。他们的人工运输打点关系的成本，加起来1斤私盐的成本至少也要100文。我们卖50文，质量还比他们好10000倍。老百姓又不傻，谁还会去买又贵又难吃的私盐？最多半年大钱，境内所有的私盐贩子全都会破产，门阀的经济命脉将被彻底割断，所有的钱都会流进国库。好，你立下如此奇功，朕要重赏你。朕封你为户部左侍郎，兼领皇家盐业总管，赐黄金10000两。别，陛下，你这是赏我还是罚我啊？此话怎讲？当官多累啊，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得来站着，听这帮老头吵架，还得批改公文，我才不干呢。我是个纨绔，我的人生目标是吃喝玩乐，混吃等死。混账东西！年纪轻轻不思进取，那你想要什么赏赐？不要官职，也不要黄金。陛下，京城西郊有几座光秃秃的石头山，寸草不生，要不您把那几座山头赏给我得了？西郊的荒山，那地方全是石头，你要那废地干什么？陛下您就别管了，我这人就喜欢清静。打算去那儿盖个别墅度假。行吧，既然你坚持，朕封你为户部左侍郎，再将西郊那5座黄山全部赐予你，化为你的私人封地。关于制盐的事儿，朕会派工部的人全力配合你。你需要什么人手物资，直接调拨。谢主隆恩，这官职还甩不掉了。行了，退朝吧。明天先去看看煤矿，还得弄点猪油。没香皂洗澡真是要命。宝地，真他喵是块宝地呀！那个老抠门，这次可是亏得连底裤都不剩了！少爷您疯了！你放着3品大官不当，非要这几座破山干嘛？上面的人听着，这几座荒山虽然陛下赏给李家了，但这进山的路可是我们王家的地盘，想从这儿运石头得交过路费。少爷，是王家的人，他们肯定是咽不下那口气，故意来找茬的。怕个屁！你家少爷现在是正3品大员，他算个什么东西？你要收本官的过路费。哼，李大人一码归一码，马路是我们王家修的，您要开山，一天交100两银子，不然这路您1块石头也运不出去。100两，牛二，在，少爷。拿着本官的腰牌，去一趟衙门，就说王家庄子的管事聚众阻挠朝廷命官，皇家盐业附属用地，意图谋反。
让他派500个官差来把这路给我平了。李大人，小的开玩笑的，您随便运。哼，滚！好矿啊，好矿！这可是工业基础。那个叫石灰石，烧水泥、炼钢、做玻璃，全靠它。能吃吗？吃，你就知道吃！叫上咱们的人，去城里给我招募流民和矿工，工钱按市价的2倍给，管1日3餐，顿顿有肉。给我在这2座山上开矿，顿顿有肉。老爷要是知道您这么败家，非打断您的腿不可。少说废话，快去！少爷，您杀了我吧！卖几百斤猪柏油到底干嘛呀？古代这洗澡条件简直让人发指，连块香皂都没有。天天用皂角洗，本少爷皮肤都粗了。今天少爷我就给你们变个魔术，猪油变肥皂。少爷，您要是能把这东西变香，我把这铁锅生吃了。这可是你说的，给我看好了。草木灰里面含有碳酸钾，但碱性不够强。我昨天让人把西郊的石灰石放窑里烧了3天3夜，烧成了生石灰。生石灰加水变成熟石灰，然后把熟石灰水倒进草木灰水里，这2样东西混在一起，会发生负分解反应，生成沉淀的碳酸钙和溶解的气氧化气钾。过滤到底上的沉淀，剩下的就是我们要的强关水。第2步皂化反应，把强碱水给我倒进去。少爷味道没那么臭了，但还是难闻啊。别急，最后一步也是最神奇的一步，盐碱。把我前几天弄出来的血盐给我拿1盆过来。少爷，那可是精盐啊！你往这臭浆糊里倒，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倒。这叫铜离子效应，肥皂会析出浮在表面，而下面那些液体叫甘油，是用来做炸药啊，不，用来润肤的好东西。去把库房里那些西域进贡的玫瑰花瓣捣碎，挤出汁水，还有那些名贵的香料，全给我掺进去揉匀。去打盆水洗个手试试。我的老天爷，少爷您真把猪油变成仙物了，这洗的也太干净了。废话，这肥皂效果能甩皂角10条街。记住，以后这东西就叫皇家特供至尊香皂。对了，你刚才说要生吃铁锅来着？少爷，这东西成本多少？咱们卖多少钱？成本，1斤猪油几文钱，草木灰和石头不要钱，这加上点玫瑰花枝，1块的成本顶天了也不到10文钱。物以稀为贵，这香皂咱们不单卖，等我的望月阁开业了，这玩意儿就是会员的伴手礼，想单买可以，100两银子1块，拒绝还价。100两，少爷你好黑啊！懂个屁！去把院子收拾了，马上准备下一个项目，炼玻璃。少爷，打听清了，李笑开的望月阁今天午时开业。望月阁，好大的口气！一个破卖盐的还真把自己当财神爷了。等会儿他开业，立刻叫人去砸场子。
本少爷要让他知道，这京城到底是谁说了算。疯了！把国库掏空也买不起这么大的水晶。各位京城的父老乡亲们，欢迎来到大前第一家高端会所望月阁。这不是水晶，这个叫做琉璃，是我自己动手烧出来的。大家想要多少有多少。滚开！李潇，你这目无王法的狂徒！我大前律法有规定，欲制使用水晶建造房屋乃是僭越之罪。你竟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用如此巨型的水晶做墙！来人，给我砸！蠢货，都说了这是玻璃，你砸试试。这怎么可能？这可是钢化玻璃，王御史损坏私人财产未遂。不过念在你脑子爆屎的份上，本官今天就不跟你计较。去给我弄清楚这玻璃到底是怎么烧的，不惜一切代价把配方给我偷出来。本店新开业，但是想进店得交钱。看到这些没？大前玫瑰香皂烧刀酒想要吗？想要拿钱来。初级1000两，中级3000两，至于黑金会员，1万两起。1000两半个破牌子，李潇，你抽风了吧？忘了告诉各位，昨晚皇上微服私访，已经在本店办理了001号至尊黑金会员卡。李少爷，给我办一张初级，我办一张中级会员。李公子，我要黑金卡，我这就让人回家拉谢爷。看到没？这钱自己送上门。少爷神机妙算。少爷，昨晚作坊真进贼了，我按吩咐，那贼果真把假羊皮纸偷走了。好，王耀那个蠢货，他真以为我李潇的羊毛是那么好薅的？耀儿，这真的是那玻璃的秘方？绝对错不了。石英砂7成，猛火电烧淬水，方可清澈透明。好啊！只要有了这玻璃，我们王家就能起死回生啊！哈哈哈哈！耀儿，调集家族所有剩余的资金，秘密在城外建窑，照着配方给我烧。我要在3天内看到我们王家字号的玻璃。是，父亲。快按配方上的比例把沙子倒进去。3、2、1。为什么会爆炸？为什么？唉，没文化真可怕。牛二备车，明天一早咱们去集上逛逛。王家这次建炉子肯定砸锅卖铁了，是时候去低价收购他们的产业了。报！天狼10万铁骑兵临雁门关，求援！10万铁骑，兵部是干什么吃的？陛下息怒，敌军皆是骑兵，我军不足追不上啊！不听解释。老臣有一人推荐，定能破天狼10万大军哦。王爱卿，快说！
正是户部左侍郎李萧李大人。李大人天纵奇才，能将毒盐化作血盐，能将沙土炼成透明琉璃，此等通天手段，对付区区蛮夷岂不是手到擒来？王老头，你脑子坏了吧？让我去打仗，咋不让厨子去绣花呢？国难当头，难道要看百姓生灵涂炭吗？李潇啊，你手里可有退敌奇物？他还年轻，臣愿领兵御敌。陛下，去前线也不是出游，战争不是儿戏。放心，我自有办法。但我有3个条件。你说，朕什么都答应你。第一，我不要大军，我只带我西郊工坊里的500个家丁。第二，朝廷给我准备300辆空马车，我要运点土特产。第3，等我打赢了回来。王老头，你在京城那几间最豪华的旺铺得无偿转让给我。老夫答应你。只要你能活着回来，别说铺子，老夫的宅子都给你。成交，明天一早我出发。少爷，你真疯了！那可是10万蛮子，咱们就500人都不够人家塞牙缝的。塞牙缝，本少爷要崩掉他们满嘴的牙。掀开。这是什么管子？这么粗？这叫大炮，真理的代言人。你以为我这段时间挖煤炼铁是闹着玩的？有了耐高温的焦炭，我就能用泥饭法铸造出这种无缝的生铁滑膛炮。那管子怎么打人啊？靠这个，这是火药。古人炼丹也弄出过火药，但威力小的像放屁，只能用来做烟花。最关键的是造粒技术。以前的粉末火药运输过程中，重的硫磺沉底，轻的木炭浮上面，成分不均匀，烧起来慢喷喷的。我让人在火药粉里加了高度烈酒，揉成面团，然后再压碎过筛，做成这种米粒大小的颗粒，这样火药之间有空气空隙，一旦点燃，看到了吗？这威力！去，让兄弟们把这50门大炮，还有那2万个铁皮螺全部装车。明天，少爷带你们去草原吃正宗的烤全羊。将军，城里的粮草只够2天了。撑住，就算是死，也要钉在城墙上。你是何人？此乃军事重地，怎容闲杂人等游山玩水？奉旨监军户部侍郎李潇。李潇，那个京城第1纨绔，朝廷疯了吗？派你这么个废物来送死？援军呢？就这500个家丁。老赵啊，别激动，小心伤口裂开。打仗不一定非得靠人多，靠的是脑子，是科技。科技是能当饭吃，还是能杀敌啊？弟媳，李潇，你快逃命吧！逃？我跑这么远可不是来锻炼身体的。把烤炉架起来，多放点孜然。护卫队听令，把大炮给我推上来，一字排开。庄田发射邮包。大前的人吓傻了，勇士们冲进去！杀！抢光他们的粮食！开火！点火！
这是什么东西？那黑管子是何物？这黑火药的烟就是大，老赵别愣着呀，尝尝我这腰子烤的咋样？不要怕，都是障眼法，冲过去杀光他们！杀！来得好，扔铁皮螺！快跑啊！跑快点，首领，咱们快撤吧！天佑大钱！少爷，咱们赢了！好，我这来都来了，烤串也吃饱了，不带点伴手礼回去，王老头又要在朝堂上逼逼赖赖了。特种空降大队干活，起风了跳！快看，天上有人在飞！看招！你是妖怪！唉，都说了是科学，没文化真可怕。老赵，这人送你了。李大人，您这就要走了？您立下如此奇功，异姓王爷是跑不掉了。别，打死也不当王爷！我就是个纨绔。赶紧打完收工，我还要赶回京城去收王老头的几间旺铺呢。李四收拾收拾，起驾回京。陛下，雁门关至今没有捷报传来，恐怕李侍郎和他那500家丁已经为国捐躯了呀！10万天狼共计欺师儿戏，老臣痛心疾首。痛心疾首？当初可是你死活推举李大人去前线的。报！800里加急，雁门关大捷，10万敌军全军覆没，首领巴特尔被生擒。你说什么？全军覆没，生擒敌手？不可能，这绝对谎报军情。500人怎么可能打赢10万铁骑？怎么不可能啊，王老头？你是不是巴不得我死在外面啊？微臣李逍，幸不辱命。好啊！李逍，你立下盖世奇功，朕要重重赏你。陛下且慢，陛下，此事必有蹊跷。他一个纨绔怎懂兵法？定是这巴特尔故意诈降，或者是他使用了什么见不得光的要挟手段。要挟手段？王老头，我不去找你，你倒是自己把脸凑过来让我打呀！你以为我去了雁门关，就只是为了打仗？陛下，微臣在巴特尔的王帐里搜到了这个，这是一本走私账册。高彦福呈上来。王夫人，你这狗贼，你竟敢通敌外族！就是这老狐狸，收钱承诺策应，全都是骗子！来人，剥去王府之的官服，抄家王氏一族，成年男子流放3000里，女便发配教坊司。等一下，陛下，李爱卿还有何提议？流放太浪费人力资源了。微臣在西郊的煤矿正好缺几个挖煤的苦力，特别是王耀王大少爷，他年轻力壮，不去挖煤捡贱钱天物，不如把他们全家发配到我的矿上，让他们用劳动来洗刷罪名。准奏！王耀及其党羽全部发配西郊煤矿，终生服役。
李潇啊，王府之一倒，这朝中首辅的位置就空出来了。朕看遍满朝文武，唯有你有惊天畏地之才，这首辅之位，非你莫属啊！陛下使不得，我今年才20岁，你让我当首辅，你自己想想，胡子全白的老头能服我？哼，谁敢不服，朕就让他去挖煤。不是服不服的问题，陛下，当首辅每天寅时就要起床上朝啊，比鸡起的都早，还要批改全国的奏折，还要天天跟你开会，想想就恐怖。好，首辅你嫌累，那驸马呢？朕最宠爱的朝阳公主今年刚满18芳龄，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美若天仙。朕把她赐婚于你。朝阳公主就是那个上次在御花园里因为太监弄脏了她的裙子就把人打个半死的刁蛮公主。陛下，您这是嫁女儿还是派刺客呀？放肆！朕的女儿岂容你如此诋毁？首辅和驸马，你今天必须选一个，不，2个你都要当。圣旨朕已经拟好了，明日早朝就宣读，你就算插上翅膀也飞不出这京城。快收拾东西！金银细软全带上，不方便带的银票贴身藏好。少爷，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您马上就要当驸马和首辅了，这是光宗耀祖的大喜事儿啊！信你个大头鬼！娶个母老虎回家，每天早上5点起床上班，这叫喜事儿？这叫坐牢！老子花了那么多心思搞发明，是为了赚钱享受的，不是为了给皇上打工的。准备马车，咱们今晚就溜。可是少爷，等天黑城门早就关了，而且禁卫军肯定盯着咱们的，跑不掉的。谁说我要走旱路了？去码头！少爷，这没有翻的铁疙瘩能走吗？土包子，这叫蒸汽游团，我花几10万两白银就为了它。看好了，这是我大前朝，不，这是全世界第1台实用型蒸汽机。原理很简单，下面这个大铁罐叫锅炉，我们在里面烧煤，水沸腾后会变成高压蒸汽，体积会瞬间膨胀1700多倍。这些高压蒸汽通过管道进入这个叫气缸的金属圆筒里，蒸汽在密闭气缸无处可去，产生巨大压强，推动叫活塞的铁柄向外运动，这叫热能转化为机械功。那推到头了怎么办？问得好，所以我们需要一套精密的滑阀机构。当活塞推到顶端时，阀门自动切换，将蒸汽排入冷停器，同时从另一侧重新注入高压蒸汽，把活塞再推回来。就这样，活塞在气缸里做往复直线运动。然后，重点来了，通过这套曲轴连杆机制，把活塞的直线运动完美的转化成曲轴的旋转运动。去轴一转，后面的鸣轮就跟着转，这船自己就能在水里跑，而且无视风向逆流而上。少爷威武，少爷先法盖世！别拍马屁了，赶紧上船，天没加压，准备开溜！皇帝老儿，你想抓我当苦力？下辈子吧！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江南的美女们，本少爷来了！少爷，咱们庆祝一下吧。好，开香槟。少爷，这也是您发明的酒吗？怎么还有气？这叫香槟，酿造原理也很简单，舒服，有钱有闲有科技，这才是纨绔该有的生活。牛儿，去看看是不是老鼠。陛下，你们什么时候上船的？哼，你以为朕不知道你在西郊搞什么名堂？
这大铁船建了半个月，朕的锦衣卫要是连这都发现不了，早就全砍了。李侍郎，哦不，未来府君，这铁船真有意思，连帆都不用就能走。不过这船的内饰有些单调了，本公主明天让人换成粉色的纱帐如何？逃跑计划彻底失败，竟然被直接堵在了船上。陛下，我错了，你就放我走吧，我把这蒸汽机技术全捐给朝廷还不行吗？晚了，你的才华是上天赐予大齐的，从今天起，你就是大田的首辅兼当朝驸马。这船就当是你送给朝阳公主的聘礼了。夫君，咱们去江南度蜜月吧，这船跑得可真稳。老爹啊！